T75型20毫米机炮是台湾军队目前一款实用的多用途支援武器，由205兵工厂基于美国 M39A3空用机炮研发而成，专为台湾军队量身定制。回顾早期，台湾野战防空主要依赖美国援助的 M20型90毫米高射炮、伯福斯40毫米高射炮以及 M554管防空机枪。然而，随着部队精简和新型防空导弹的服役，这些设备逐渐被淘汰。尤其是 M554管机枪，因技术老化而被认为已不符合现代作战需求，海军长期使用瑞士奥瑞康20毫米机炮，但这些防空火力由于老化严重，也面临更新换代的迫切需求。不仅是海军、陆军和空军同样需要新型武器来替换老旧装备。205兵工厂经过评估，决定以台湾自制的 M39机炮为基础来更新陆空基础防御能力。这一选择主要基于 M39机炮在美国战机上的广泛使用历史，以及台湾空军数十年的操作经验。与开发全新机炮相比，仿制一款成熟武器不仅能加速装备更新，还能确保操作的熟练度。谈到 T75 机炮的前身 M39机炮，这是一款由美国春田兵工厂设计的空用机炮，自20世纪50年代起广泛用于多种战斗机，其设计灵感来自二战时期德国毛瑟公司工程师提出的转轮结构，用以缩短进弹与退弹时间。转轮结构让弹药在旋转到不同位置时完成装弹、射击和退壳的动作，类似一个高速运转的大号左轮手枪，从而显著提高射速。美国在战后采用了这种设计，并选择20×102毫米弹药。这种弹药改自二战时期的 T17反坦克炮弹。美军认为高射速和高出速是获取火力优势的关键，因此推出了第一款实用化产品 T160机炮，射速高达每分钟1700发，比二战德国 MG15-120机炮的700发高出许多。在1953年的朝鲜战争中，搭载 T160机炮的 F-86战斗机参与实战测试，击落6架敌机，击伤12架，表现令人满意。然而，高射速也带来了较大的震动和后坐力，对战机结构产生一定影响。经过改进后 ，T160被正式命名为 M39机炮，采用单管转轮设计。虽然在持续射击时，过热和后坐力问题仍然存在，但性能整体出色。回到台湾的 T75 机炮，205兵工厂在空军的协助下获取了 M39机炮的实物样本、零件和操作经验。研发过程中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根据不同军种需求和作战环境调整设计与生产工艺。1986年 T75 机炮的陆军版本率先服役，用于替代老旧防空装备，而适应海上战斗环境的海军型号则稍晚投入使用，满足了海军的特殊需求。T75型20毫米机炮初始型号完全复刻了美国 M39机炮的内部结构，这是一款单管转轮式机炮，整套重量约85公斤，不含炮架，设计上融入了类似飞行摇杆的射击把手，后部还配备了一对大型肩托，用于减轻后坐力。这款机炮使用电力点火，具备多种射速可调功能，射速范围从每分钟200发到1500发不等，用户可根据任务需求选择。其有效射程可达2000米，支持多种弹药类型，包括训练弹、夜光弹、穿甲夜光弹、高爆燃烧弹等。弹箱容量有200发和400发两种规格，为适应陆、海、空各军种的需求，205兵工厂对基础型号进行了多项改进。陆军版本特别配备了三角炮架，适用于野外作战环境，既能进行防空射击，也能执行平射任务。此外，还开发了 TS76反射式光学瞄具，专门用来瞄准超音速目标。据悉，这款瞄具基于从南非引进的设计进行改良。海军版本 T75S 则针对舰艇环境进行了优化，使用专用炮架，并对炮管进行了离子氮化处理，以增强耐腐蚀性，同时加装了防弹盾，以提升战场生存能力。这些改进显著提高了其在海上作战的可靠性，已装备于光华6号导弹快艇和海巡署舰艇。车载版本 T75M 则配备于海军陆战队的悍马车，其圆形炮塔支持360度旋转，并采用减震设计，以减少后坐力对车辆的影响。此外，为了满足固定防空需求，还开发了 T82机炮系列，包括拖曳式的 T82T 和固定双联装防空炮 T82。这些机炮采用电力驱动，配备8000瓦发电机，
为炮座转动和射击提供动力，并搭载了 TS-85反射式光学瞄具，用于瞄准高速目标。近年来，台湾在20毫米机炮领域的技术持续进步，例如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 XT-2102遥控机炮系统便是一个重要突破。这款近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整合了通用遥控武器站和205厂生产的 T75机炮，通过炮座缓冲机制显著提高射击精度，同时利用高速4伏马达加快响应速度。系统还配备了一具独立的光电射控仪与远程操控台相连，每台操控台可同时操作2座武器站进行目标识别、自动追踪和集火射击。XT-2102的射控系统具备2450米的侦测范围，机炮有效射程为2000米，弹箱容量为400发。陆地版和舰载版在规格上略有不同，舰载版的仰角范围调整至15度至70度，弹箱容量则减少为300发。XT-2102已逐步列装台湾陆军和海巡署，用于多种任务场景。尽管具体部署信息未完全公开，但其技术优势已展现出台湾在自动化武器系统领域的研发实力和自主能力。陆军计划分2个阶段引入 XT-2102系统，第一阶段自2022年开始，主要在东引、金马等外里岛建造掩体并安装武器；第二阶段则是在淡水河口、金门及澎湖等地区进行固定阵地部署。每套系统包含1座操控台、1具光电指挥仪和2座武器站，单价为新台币2045 9万元，并附带全新生产的机炮及3年备件。2019年，陆军拨款新台币7亿2524万元采购6套系统，完成东引地区的测试后，于2020年8月增购1套，使总数量达到7套系统、14座武器站。在海军方面，2018年7月，中山科学研究院通过强弩专案对 XT-2102进行作战测评，系统性能获认可后，海军于2019年拨款新台币2亿2573万元采购3套系统，供公路战队与乌丘守备大队使用。尽管早期曾计划采用车载机动方式并沿用现有机炮，但最终还是选择了固定阵地部署，并购买了3套6座武器站新设备。此外，海巡署舰队分署也引入了舰载版 XT-2102，计划将其部署于新建舰艇，包括12艘600吨级、6艘1000吨级和4艘4000吨级舰艇，共计安装26座武器站。不过，具体采购金额尚未公布。XT-2102的主要优势在于其较高的性价比。通过简单的整合，它能将 T75机炮升级为具备自动目标追踪和集中火力射击能力的遥控系统，而无需大幅调整现有的20毫米机炮后勤体系。其操控台可同时操作多达4挺机炮，显著降低人力需求，同时满足火力输出与成本控制的多重需求。对于预算有限且人力紧张的台湾陆军和陆战队而言，是一种实用的短期解决方案。对于海巡署来说，舰载版 XT-2102成为新造舰艇的首选自卫武器，主要出于预算和实用性考虑。目前，所有100吨以上的海巡舰艇均配备 T75S 单管机炮，而 XT-2102的双联装设计不仅能兼容现有弹药，还能与现行训练体系无缝衔接，有效提升射击精度与火力输出，同时减少操作人员在恶劣环境下的暴露风险。其20毫米机炮在应对非法快艇、走私活动和海盗威胁等低强度作战场景中，依然具备一定战斗力。然而，高性价比也意味着性能在某些方面的妥协，例如 XT-2102在高强度战场环境中可能难以完全满足防空、反舰及近距离防御的多重要求，体现了其设计更多偏向于轻量化和低成本的防御任务。正如鱼与熊掌不可兼得，在满足预算与效能的平衡上， XT-2102提供了一种较为务实的选择。在2019年的台湾预算解冻报告中，海军明确指出， XT-2102系统在效益性和适应性方面未能达到需求，因此决定不采购。这表明，单靠光电指挥仪的20毫米遥控机炮，在射程、射速、反应速度和火力方面难以应对现代战场的挑战。相比之下，继续使用现有的方阵快炮或引进30毫米舰炮可能更加实际。同时，
海军与海巡的任务性质和威胁强度存在差异，这也是海巡选择 XT-2102，而海军则放弃的关键原因。回顾自研20毫米机炮的发展历程，从仿制 M39并成功研制出 T75，到如今的 XT-2102，这些武器虽然被视为三军通用的基础支援火力，但实际表现始终不尽如人意。以性能对比来看，经典的勃朗宁机枪射速每分钟可达635发，使用 M33弹药时，初速为890米每秒，有效射程1800米。而20毫米机炮的账面数据显示，其射速最高可达每分钟1500发，使用 N56弹药时，初速为1030米每秒，有效射程2000米，更适合低空目标防御。然而，在对地支援任务中，20毫米 M50系列弹药的表现不如现代机枪弹。对抗轻装甲目标时，即便采用脱壳穿甲弹，依然显得火力不足。XT-2102的未来发展取决于军备局能否改善炮管寿命，并引入具有更大动能和更强穿甲能力的新型弹药。此外，其光电指挥仪与操控台的射控软件，在目标追踪速度、锁定效率和弹道解算能力上的表现，也直接影响其防空效果。尽管中山科学研究院已提出应对策略，但其解决方案并未从武器本身出发，而是计划将 XT-2102纳入复合式火力系统架构中，结合平面雷达和光电指挥仪，为指挥中心提供战场图像。通过遥控操作20毫米机炮、66毫米红隼火箭弹和70毫米 Hydra 70火箭弹，构建覆盖0至1万米的综合火力网络。然而，与传统武器如 M114或自研 T65型155毫米榴弹炮相比，复合式火力系统的射程仅为后者的67%，且仅在人力精简上具有显著优势。同时，该系统在弹药补给、车载式遥控武器站的实用性，以及 Hydra 70火箭弹激光制导技术的研发进展等方面，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这些问题均可能影响整体预算和效益评估。综合来看，在相关技术和战术效能未能完全明朗之前， XT-2102的定位更像是对现有装备的低成本升级。然而，面对现代战场中速度更快、装甲更厚、火力更强的威胁，这套新瓶装旧酒的系统仍需克服诸多挑战，方能脱颖而出。好了，本期内容到此结束。对于这些信息，我们非常欢迎大家在评论区分享你们的看法和讨论。如果对于内容有任何补充或不尽完善之处，也请在评论区留言，以便我们进行更新和完善。我是环宇哥，咱们下期再见。